先是压平了呆毛，紧接着裁掉了一侧的裤腿，现在居然连人参也舍弃了。你到底是哪门子的维塔？嘎嘎，纠正，本姬头顶的红线可视作呆毛，完全对称的机身极富保守之美，不具人形更是叛逆的体现。因此，较真的维塔乃是屹立于众维塔之上的稀有吉祥物。好了，快点让路，大家还要挑战代班大王17号呢。嘎嘎，请等一下，根据计算，利益最大化的选择应该是立刻投降。还没开打就要投降？你真的不是最怂的维塔吗？嘎嘎，纠正，是你们投降。补充，本姬曾在红温模式的情况下撞翻了所有喜欢当扫尘大王又妄图闯入高塔的大朋友们。哦，那年糕绷直了还能进入球棍模式呢。没错，如果本大人是球棍，你就是那颗最适合打飞的球。咔咔，在你们动手前，请允许我做一个悲伤的表情，并诉说我的理由。好，就让本大人听听你能吐出什么电音来。首先，游戏的最终目标是集齐所有吉祥物，让他们带着坏运气离开。即使你们败了，也不影响游戏的结局。扫尘大王会替所有败者结束一切。不行，扫尘大王的名号只能被我们胜利者联盟拿下。咔咔，那第二个理由是，你们肯定会败在17号大人的吉祥物手中。他掌控着吉祥物们的生与死、喜与悲、自由与理想，因为他是整个扫尘大乱斗最初的吉祥物，吉祥物数据都以他为参照。不是，我的红木到底哪儿去了？嘎嘎，关于这点，你可以当面质问17号大人。虽然只见过他一面就被贬为了门卫，但和他之间进行的那场战斗令我记忆深刻。如果有手，我一定会像17号大人曾经那样，狠狠拍下桌面的按钮，亮起身后那3个10分的牌子。只要17号的吉祥物不是无敌的维塔，就没什么好担心。它名为博爱的维塔。你们吉祥物还真是喜欢做些和名号完全不搭的事情啊！嘎嘎，此时此刻，我真想为了他而高歌一曲。正因博爱，他才无敌。每一位被他征服的吉祥物，都能从他金色的眼眸中感受到毫无保留的爱意。就连被17号大人贬为了门卫的我，也有被他拥入怀中的资格。如果我们还是要和他战斗呢？当然会先打败你，再往前走。嘎嘎，根据我的计算，你们打赢他的胜率无限趋近于0，所以直接投降可以让我们尽快结束这场游戏。投降是不可能投降的，我们胜利者联盟这辈子都不可能投降。没错，无论结果如何，最重要的都是扫尘的过程。更何况我们这边的同伴也不少呢。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们不就只剩一个选择了吗？那就是向博爱的维塔大人宣誓忠诚。你们几个刚刚最好是在开玩笑，如果来真的，信不信我？等等，如果希儿现在出手，这些维塔向对方投诚，不就更合理了吗？唉，还真是和17号推测的一样啊。以维塔的性格而言，不做出这种事反而难以理解。只要视线范围内存在一丁点戏耍他人的可能，他就会毫不犹豫地抓住他。所以比起高效的方案、热血的方案以及符合逻辑的方案，这些带有维塔底色的吉祥物们才会如此轻易地选择临阵倒戈这种有乐子的方案。也就是说，较真的维塔打从一开始就计划策反大家收服的吉祥物了。哇咔咔，终于能用上本姬的新口癖了。作为你的搭档兼高塔的门卫，我得提醒你，战斗还没开始，他们会不会2度临阵倒戈也是未知数。虽然我也不愿意率领叛变的维塔们战斗，可
可既然接下了门卫的工作，就不能后退。原来你们不是被贬为了门卫啊？哎呀，17号无缘无故贬我们干嘛？较真的 Vita 只是对前一份工作太过留恋，以至于曲解了17号的好意。反正他现在的工作肯定比之前的工作好上100倍。他之前是做什么工作的？是博爱的 Vita 的脚凳。咔咔，纠正，是足部按摩仪，而且那不是工作，是奖赏，是绮罗求而不得的奖赏。什么求而不得？是不屑一顾。你的小脑袋瓜里到底塞了什么乱七八糟的设定啊？无论如何，我们都没有被策反，这是胜利者联盟不得不接受的叛逆试炼。如果你们在失去吉祥物的情况下依然能够取胜，那联盟战胜17号大人自然不在话下。感谢诸位 Vita 的鼎力支持，哇咔咔！重新计算，我和绮罗的胜率已经从0%升到了99%。所以你说这么多话，根本就是因为你们俩的胜率太低了吧？本机正在进入红温模式，请所有喜欢当扫尘大王又妄图闯入高塔的大朋友们做好准备。